女孩消失3年回家，父母却避她如蛇蝎，就连海誓山盟的男友都成了妹妹的未婚夫。原来3年前女孩与妹妹出门游玩，却没曾想路上突遇劫匪将女孩掳走，紧接着被拐卖到大山深处。这3年里，女孩被关在猪圈与猪同吃同睡，更是无数次差点被强暴。幸好她的傻子丈夫总会在关键时刻站出来。正当女孩绝望这辈子都无法逃脱时，竟遇上全国史上最严的打拐行动。3年来，她想象了无数次回家的场景，可迎接她的却是众人的流言蜚语，以及眼前男友与妹妹的订婚喜宴。此时别墅里一对璧人被亲朋好友簇拥着，正起哄要接吻时，突然有人惊呼：“顾倾城回来了！”喧闹的场面顿时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齐刷刷的转头看向门外。真的是顾倾城，怎么成那样了？他不是被拐到大山里给老头生孩子了吗？听说他得病了会传染。宾客们眼神各异，窃窃私语，场面僵滞一瞬后，顾太太梁景荣走了出来，看着眼前的大女儿，原本一头漂亮长发被剪得乱七八糟，身上的衣服破旧不堪，手臂还有淤青跟勒痕，心里重重震撼，好一会儿嘴巴才动了动。真的是倾城。顾倾城看到亲爱的妈妈，心里激动喜悦再次燃起，忍不住朝前迈了步：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话落见父亲与兄长也走了出来，他又激动地喊道：“爸爸，大哥！”顾廷安看着大女儿，神色有些怪异：“回来就好。”话落，他转头看向妻子，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。夫妇俩都想到去年他们得知大女儿有消息后，一家人迅速地赶往警局。紧接着，小女儿在警方资料里看到大女儿被卖到深山，还给好几个老男人配婚，后来生了个缺胳膊少腿的孩子，还患有艾滋。那天从警局回来后，梁景荣整整失眠了1个月，眼泪都要哭干了。最后一家人为了顾家颜面和全家人健康着想，只能忍痛割爱，跟警方说不着了。谁知大女儿还是被警察解救回来了。带队民警看着顾家夫妇过于冷漠的表情，不禁质问道：“顾廷安，你们女儿回来了，怎么都这副反应？”被点名后，顾廷安才回过神来：“警察同志辛苦了，只不过去年不是说就不出来吗？你什么意思？现在就出来了，你们反而不高兴是吧？”“不，当然不是。”顾廷安陪着笑脸看向大女儿：“倾城，回来就好，爸爸妈妈想你想的头发都白了。”顾倾城抬眸看着父亲，没有从他黝黑浓密的发丝中瞧见一丝灰白，但他还是笑了笑：“我也想你们。”倾城。梁景荣走上前，刚开口，鼻端就嗅到一股恶心的臭味，不由得用手捂住鼻子。顾倾城看着亲妈的反应，心里一痛。虽然同行女警带他洗了澡才回来，可那股猪圈烘臭味早已钻进毛孔，深入骨髓，没法消除。梁景荣忍了又忍，才拿下捂鼻的手，脸上挤出不自在的笑：“回来就好，这几年苦了你。”警察同志拿出手机，来，一家人一起拍个大团圆照吧，我们也好结案。随后警察朝一对准新人招招手，示意陈云墨跟顾如意都过来。顾如意看了陈云墨一眼：“云墨哥哥，我怕。”陈云墨揽着他低声哄着：“警察同志都在呢，不接触没事的，走吧。”说罢，他拉着浑身抗拒的未婚妻也上前去。一张大合照里，每张脸都神色各异，没有一个人是激动欣喜的。拍完照后，顾家夫妇送走了警察，转过身看着失而复得的大女儿，再度为难纠结起来。他们真没想过大女儿还能回来，现在如何安顿她成了最大的问题。梁景荣看向大女儿，勉强招呼道：“那个倾城，进屋吧。”他本不想让大女儿进入家门，但毕竟是亲生的，又不能把人赶出去，否则就成遗弃罪了。顾倾城闻言转身走向别墅，经过一对新人时，他看向顾如意：“妹妹，你今天真漂亮，看到我回来，你是不是很害怕？”顾如意脸色一僵：“姐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做了什么自己不清楚吗？亏我把你当亲妹妹疼爱，却没想到你如此蛇蝎心肠。”顾如意一脸的委屈：“姐姐，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”姐妹俩不和谐的对话，让周围吃瓜群众开始窃窃私语起来。梁景荣闻言皱起眉头：“倾城，你干嘛这样说妹妹？你失踪的这3年，如意一直内疚自责。她说了，那晚你是为了救她才被掳走的，她压力太大了，看了整整2年的心理医生才恢复过来。妈，那晚分明就……”这时顾如意突然脸色痛苦地捂住腹部，嘴里不断发出难受的声音：“我肚子好疼。”梁景荣立刻上前关心：“让你不要喝酒，你非不听，肯定是肠胃炎又犯了，快进屋歇着。”顾廷安转身招呼围观的宾客：“大家都进屋吧，仪式就快开始了。”话音未落，宾客中好几人纷纷找了借口告辞。谁都知道顾倾城不仅身子脏了，还患有传染病，谁还敢留下来吃席？不要命了呀！梁景荣原本要陪着小女儿进屋的，见状立刻转身留客，然而却无济于事。顾倾城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幕，他知道不止宾客们嫌弃他，就连疼了他20年的至亲家人心里也是排斥他。可他明明没生孩子，没染病，这到底是哪里传出来的谣言？难道也是顾如意的手笔？顾如意见宾客纷纷离席，好端端的订婚仪式也举行不下去了，顿时委屈至极，僵在那眼泪都在眶里打着转儿。梁景荣见小女儿强忍泪意，又连忙转身上前安抚：“如意，别哭，这订婚宴我们以后补一个更隆重更盛大的。”顾如意抹了抹眼泪：“没关系，姐姐回来才是最重要的事，今天也算是双喜临门了，我这点委屈不算什么。”闻言，梁景荣回头看向大女儿，忍不住迁怒：“倾城，你回来前为什么不说一声？”顾倾城神色一惊，觉得这话问得真可笑。见场面尴尬，陈云墨开口圆场：“如意说得对，倾城回来总归是好事，订婚可以改期。梁姨，我们不怪倾城，你也别责备了。是啊，姐姐这几年受了不少苦，够可怜了。只是姐姐患病，回来后住哪里却是个问题，总不能让我们全家都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吧？”顾倾城转眸看向顾如意：“你说我有病，拿出证据来。”顾如意眉眼一颤：“从那种地方回来的怎么可能没病？再说我们在警局亲眼看到的。”这回连顾家大少顾伯川也开口了：“倾城，你在外面的遭遇我们都知道了，我们都很心疼你，也很同情你，但你就不用撒谎骗我们了。”顾倾城看着眼前的兄长，心中满是失望与心痛。曾经哥哥
哥对他百依百顺，宠溺无度，如今却也视他如毒蛇猛兽。忽然顾如意想起什么，云墨哥哥，小舅不是医生吗？他肯定懂艾滋病人有什么特征，让他给姐姐检查下。陈云墨连连点头，对，还是你聪明，我都忘了这个。随后向客厅里恭敬地喊了一声小舅。陆君瑶闻声走了出来，淡淡睨了眼，做什么？陈云墨一直都怕这个小舅。顾如意见他不吭声，连忙自己上，小舅舅，麻烦你帮我姐检查下吧，省得他觉得我们都冤枉了他。陆君瑶的表情有点玩味，你们怕死，我就不怕了。这会儿陈云墨才壮起胆子，可你是医生，专业的，而且你不是随身携带阻断药吗？陆君瑶是赫赫有名的外科圣手，常年做手术的原因，他的确是随身携带艾滋阻断药以防万一。顾如意继续撒着娇，小舅舅，麻烦你了。陆君瑶没正眼看过顾如意，倒是顺着他们的话看向那边站着的顾倾城。他依稀记得从前的顾大小姐风光激越，贵为京城第一名媛，想不到竟被人贩子拐卖3年，落得这般凄惨的下场。随后男人慢悠悠地走到顾倾城面前，薄唇不带温度地吐出3个字，手给我。顾倾城下意识地把手一缩，不知为何这人一走近他就觉得浑身的清冷。医生不都是胜者仁心吗？这种冷漠寡情的人也能做医生？顾如意看到马上来劲了，姐姐，你让陆医生检查下吧，他可是国内最年轻的医学教授，声名远扬。还是说姐姐你是心虚了？其实你不必说谎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没人会嫌弃你，只是你实话实说，我们也好做防备，省得全家人都……顾如意激将的话还没说完，顾倾城就把手抬起递给男人。陆君瑶认真地看着女孩的手，除了手臂有纵横交错的鞭打痕迹，整体皮肤看着还算健康，没有脓包和斑块。随后男人又摸向她颈部轻触按压，他在检查顾倾城身上的淋巴结，最后询问一些身体状态后，转头看向顾家人，没病。顾廷安一脸的不可置信，怎么可能？之前我们去警局，明明看到那边调查资料上写着生了孩子还染了艾滋。陆君瑶闻言面露不悦，你们让我来检查又不信我的话，怎么玩我？按辈分算，陆君瑶跟顾廷安是同辈人，说话自然不客气。顾廷安连连道歉，不，陆医生，我不是怀疑你的意思。顾如意也不相信，那可能是还没发病呢，携带病毒也很可怕。陆君瑶看了下时间，不冷不热的丢了句，就算他有艾滋，你们正常接触也不会被传染。顾倾城一听这话立刻就不爽了，我没有艾滋。男人看向他，真有意思，你冲我发什么火？是你家人不信你，又不是我。话落，陆君瑶看向顾廷安，既然订婚取消了，那我还有事先走一步，你们家这破事我可不感兴趣。闻言顾廷安脸色极其尴尬，在送走陆君瑶后，索性把剩下寥寥无几的客人都打发了，省得家丑外扬。顾倾城跟着家人迈上台阶准备进屋时，突然被妈妈拦住，倾城，你等等。随后他朝屋里喊了声赵婶，你赶紧去收拾间屋子。话落，他拉着二女儿走进客厅，母女俩靠得很近，窃窃私语着。顾倾城冷着脸站在别墅门口，像被遗忘的妻儿。陈云墨站在一旁，一直定定地盯着顾倾城，脸色变得异常复杂。昔日女友近在眼前，既感到心痛，可却也有浓浓的陌生感。很快，赵婶出来笑了下，大小姐走吧。顾倾城跟着她进屋，原以为是要上楼回原来的卧室，可没想到赵婶却把她带到后院角落里的一处狗别墅。大小姐，太太说先委屈你住这里了。陈云墨一直跟在顾倾城身后，见状瞬间脸色一凛，回头问客厅里的丈母娘梁姨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梁景荣起身走过来，一脸的嫌弃实在无法隐藏。云墨，这事跟你没关系。顾倾城不敢置信地看向自己亲妈，你们让我跟狗住？倾城，你一个人也够住了。顾倾城做梦都没想到，被拐3年住猪圈，回家后居然住狗屋。陈云墨再次开口，梁姨，你这样就过分了。倾城是您亲女儿，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她？闻言，顾如意皱起眉头，云墨哥哥，你这么担心姐姐，难道你还爱着她吗？陈云墨一阵语塞，眼眸看向顾倾城，见他强忍着心痛，脸色煞白的样子，胸口顿时也像压了块巨石。他跟顾倾城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，两人成年后就确定了情侣关系，一直恩爱甜蜜，直到3年前顾倾城突然失踪。他心里明白自己真正爱着的人依然是顾倾城，可一想到他被老头子玷污过还身染艾滋，陈云墨内心就百般纠结，最终还是否认，我没有，只是觉得你姐姐可怜。顾如意点点头，眉眼一副同情怜悯的样子，确实姐姐太可怜了，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可怜她，置全家人的生命健康不顾，能收留她已经很好了。他用的是收留这个字眼，全然忘了这个家她才是被收留的养女。顾倾城已经确认家里人完全没把陆君瑶的话听进去，心里依然认定她患有艾滋。梁景荣看向大女儿，难得语调温和了些，倾城，你洗漱什么的就在1楼公共卫生间住，就先住狗别墅，等过些日子我们请人在后院盖一座小房子专门给你住。顾倾城僵硬地站着，母亲说的每一个字都像锋利的刀刃在他心里来回弯割。原本他还对家人怀有一丝希冀，可现在他懂了，家里人是早就当他已经死了，把顾如意这个养女视为了亲生女儿。顾倾城暗暗深呼吸，平复心情后，垂直走向屋内。那狗屋谁爱住谁住，我就睡客厅沙发了。梁景荣看向他，语塞了好一会儿才说，住在客厅像什么样子？你是故意跟我们作对吗？顾倾城转身就在沙发上当着全家人的面闭眼睡觉。他不想再多言，他心太痛了，痛到多说一个字都要耗尽全身力气，这可把梁景荣气得心塞了大半天。他身上还有些猪圈里的味道，在客厅待久了，整个空间都弥漫着那味儿。只有顾如意眼眸里露出一丝狡黠的笑，他巴不得顾倾城这样子闹下去，越闹爸妈就会越讨厌他，早晚把他赶出家门。傍晚时分，梁景荣终于妥协了，他给大女儿拿来干净的衣服，你赶紧去洗个澡，1楼还有个保姆间，你先住着。顾倾城没有睁眼，默默地在脑海里琢磨着将来的打算。顾家是不可能久住的，这样的家人他也当作已经死了，但顾如意的仇一定要报。梁景荣见他不吭声，忍了忍又喊，
倾城，我跟你说话听见没？顾倾城这才睁开眼坐起身，看向沙发边放着的衣服，这不是我的。梁景荣脸色开始为难起来，这是如意的，你的衣服在房子装修时都处理掉了。闻言，顾倾城挑了挑眉，房子装修，你不在，那房间空着也是空着，就跟如意的房间打通做衣帽间了。梁景荣解释的自己都底气不足，顾倾城嘴角凄凉的扯了扯，真好，顾如意连她的房间都霸占了，可就算你们当我死了，我也是你们亲生女儿，居然连丝毫念想都不留。梁景荣见理亏，这才说，你那些贵重东西，我们当然还留着当个念想。顾倾城抬眸看向他，拿来。梁景荣很不喜欢大女儿这种态度，但又不想跟她争辩，因为站在客厅太臭了，于是转身上楼。随后梁景荣进了小女儿房间，把保险柜里所有的珠宝首饰取出。顾如意见状瞬间瞪大眼眸，妈妈，宝贝，这些还给她，省得她闹腾，回头我们带你去买更多的，明天就去。闻言，顾如意立刻转变态度，乖巧的点点头，妈妈，这些本来就是姐姐的，既然她回来了，理应还给她。梁景荣万分欣慰，还是你懂事，你姐现在就像变了个人，说话句句夹枪带炮，只往我胸口戳。妈妈，您别伤心，姐姐肯定是受了刺激，精神不正常，我们对她多一些耐心和爱心就好了。走吧，我跟您一起送下去给姐姐。随后他们端着顾倾城的10多套珠宝一起下楼。顾倾城看着那些珠宝笑了笑，谢谢妹妹，吃进去的东西再吐出来心里不好受吧，不过你现在贵为顾大小姐，珠宝首饰自然是不缺的，爸妈回头又买给你了呢。顾如意却装作听不懂这番话，姐姐喜欢哪套，我帮你戴上吧，我喜欢你脖子上这套，怎么办？顾如意心里一咯噔，无措的看了眼梁景荣，眼泪瞬间涌上来，姐姐对不起，不是我不舍得给你，只是这是云墨哥哥送给我的定情礼物。梁景荣见状脸色立刻不悦，倾城，你不要夺人所好，那他撬姐姐的墙角，怎么夺我所好了？顾倾城轻飘飘的一句反问，让他们瞬间哑口无言。见他们都不说话，顾倾城也懒得看他们的表情，收拾了那些珠宝，起身走向1楼保姆间，反正不会住很久。次日一大早，顾倾城就去了城中最大的二手奢侈品交易点，把所有珠宝都卖了，入账500万。随后去了商场，从头买到脚，剪了新发型，买了新手机，最后打车直奔医院。在去医院的路上，他用手机看了眼自己的股票账户，2000万的本金，3年时间翻了5倍，如今账户里已有一个小目标，心情豁然开朗。黑暗绝望3年的心终于照进一丝阳光，等情绪平复了些，他又登进股票论坛，一开始还都是讨论股市的帖子，越往下翻就越多人问李夫人怎么不见了，有人知道李夫人什么情况吗？而最近一条询问居然还是昨天。顾倾城瞬间激动的落泪，哪怕已经3年了，这世上依旧还有人惦记着他，可他最亲最近的家人却巴不得他已经死了，心情有些激动，他深呼吸平复了片刻，更新动态，重生归来。随后到了京城最好的医院，他挂了好几个科室，他要把自己全身都仔仔细细的检查一遍，当然也包括艾滋病的检测。就在他拿着一堆检查单进电梯时，迎面碰到了一张熟悉的脸。陆君瑶看到顾倾城时，眸光也划过一瞬的惊讶，但脸色毫无波澜。这时身后突然有人挤进来，一下子就把顾倾城撞进陆君瑶的怀里。他看到男人胸前挂着的名牌，主任医师陆君瑶。顾倾城心里满是鄙夷，这么年轻的主任医师，不是草菅人命吗？等身后的人站稳，顾倾城立刻从陆君瑶怀里离开，随后淡淡的一声道歉。陆君瑶垂眸一眼就看到他手里的检查单，唇角讥讽一扯，看来你们顾家人都有疑心病，昨天他都说了没有艾滋，今天还来做艾滋病筛查，简直浪费医疗资源。顾倾城听出他话里的意思，谁知你是不是庸医？万一误诊，我死的不明不白，谁来负责？闻言，陆君瑶脸色一沉，你说我是庸医，真是笑话。你是不是庸医我不确定，但你亲外甥不相信你的业务水平却是事实。而后顾倾城又扫了一眼他的胸牌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头衔是怎么来的，富人世界的游戏我都懂。陆君瑶头回遇到这么自以为是的女人，脸上只剩下冷笑，难怪你家人不信你，这种性子亲人也受不住。这话无疑狠狠戳中顾倾城的命门，他盯着陆君瑶，眼神瞬间冷到极致。就凭这话，他跟眼前男人便有了不共戴天之仇。电梯门打开，陆君瑶盯着顾倾城离去的背影，回想起他刚才的反应，心头飞快掠过一抹悔意。一个被拐3年伤痕累累的受害者，回家理应得到家人激动欣喜的关爱，可他却不受欢迎，这种痛比被拐卖本身还要剧烈吧？而他居然还在对方伤口上撒盐。跟在他身后的实习医师一脸的不解，陆教授，他是您的病人吗？为什么这么大敌意？还是头一次听人说您是庸医的，可以告他诽谤了。陆君瑶这才回过神来，一想到那女人说他庸医，心头悔意瞬间烟消云散。他有病。顾倾城很顺利地做完所有检查，庆幸的是确定没有感染艾滋，可担忧的是身体的确出现了问题。由于长期营养不良，他体重过低，下肢肌肉萎缩，患有低蛋白血症，还有严重贫血等。离开医院后，顾倾城去 4S 店订了辆玛莎拉蒂，回到顾家时已是傍晚。梁景荣看到大女儿焕然一新的回来，还身穿一身的名牌，瞬间脸色一僵。3年前大女儿被拐失踪后，他们就把她名下所有的银行卡都冻结挂失了。你买这些东西从哪来的钱？我把那些珠宝全都卖了。什么？梁景荣一脸的气愤，你要钱可以跟我们说，又不是不给你，那些珠宝都很名贵，你卖二手很亏的，我不喜欢别人动我的东西，看着膈应，卖了挺好。
话落，顾倾城直接穿过客厅，径直走回1楼的保姆间。你，梁锦荣气到说不出话。然而顾倾城进去没2秒就冷着脸出来，我的床怎么回事？这时顾如意正好抱着一只狗走进客厅，姐姐，你回来了，下次出门前跟妈妈说一声哦，她担心你一整天了。顾倾城二话没说走了过去，一把抓住顾如意的头发，将她往保姆间拽，瞬间惨叫声充满整个客厅。跟在顾如意身后的陈云墨愣了一下，想要阻止时都来不及了，而顾家其他人见状也全都吓了一跳。顾倾城，你发什么疯？随后纷纷朝顾倾城这边奔来，可还是不及他的速度快。顾倾城将顾如意脸按在保姆间床上，你的狗拉的屎，你负责吃干净。陈云墨跟得最近，上前一把扯开顾倾城，将顾如意拉起。倾城，你太过分了，这又不是如意的错，小狗有时候不懂事，难免乱拉乱尿，你教育狗就行了，为什么要惩罚如意？狗仗人势，如果不是你们放纵，那狗能进我锁好门的房间？顾如意再也忍不住恶心，直直往外冲了出去。梁锦荣心疼的赶紧跟上，就在这时顾廷安挤了进来，顾倾城手一抬就要甩巴掌，陈云墨见状连忙上前将顾倾城护在了怀里，顾叔不要。随后听到重重一巴掌落在陈云墨的后脑勺上，顾廷安气得脸色涨红，云墨，这儿没你的事，你出去。陈云墨这一抱才深切地感受到怀里的女人有多消瘦，摸着就剩一把骨头了，顿时心里泛起疼痛。顾叔，倾城刚刚回来，他在外面受了那么多罪，难免有些心理阴影，做事偏激了些。顾廷安气得一手叉腰一手数落，有病就去看医生，在家里撒泼算什么？我们又不欠他的。顾倾城听着父亲的怒吼，心再次碎成了一片片。明明错的是顾如意，可却没有一个人说他半句不是，反倒把所有怒火都发泄在他这个受害人身上。随后顾倾城看向陈云墨，见他满脸心疼的模样，只觉得恶心。好妹夫，我有艾滋病，你不仅抱我还离我这么近，不怕吗？闻言陈云墨瞬间脸色一僵，飞快地后退了几步。倾城，他低低呢喃了声。顾廷安刚才盛怒都忘了这一茬，被大女儿一提醒，他也连忙后退，顿时庆幸刚才的巴掌是落在陈云墨脑上，否则染病了怎么办？算了，不跟你一般见识，你就待在这间房，哪里都不能去。顾廷安丢下一句命令，转身出去。陈云墨脸色也不好看，跟着走了出去。晚饭是没法吃了，顾如意哭着洗头洗澡刷牙洗了3遍，还是不放心，觉得身上还是有狗屎味。陈云墨也跟着洗了好多遍，还上网查了一下，报了艾滋病人会被传染吗？一家人折腾到天黑入定，才终于坐到餐桌边，可他们都没什么胃口，尤其是顾如意，一想到那坨狗屎就在嘴边，他好像还碰到了，就总想呕吐。吃完饭后，陈云墨见顾如意状态不好，他体贴地陪着未婚妻上楼回房，想着把她哄睡了再离开。然而顾如意刚掀开被褥，就再度失声尖叫起来，然后疯狂地呕吐。她的床上居然也有一坨狗屎，比顾倾城床上那坨更大。闻声赶来的顾家人见状，气的血压瞬间飙升。顾倾城，一定是顾倾城干的！顾国川气势汹汹，一脚踹开了保姆间。倾城，你太过分了！如意床上的狗屎是不是你弄的？顾廷安和陈云墨紧随其后，都要替顾如意讨个公道。顾倾城一脸无辜，什么意思？哪里的狗屎？你不要装了，除了你不会有别人，我都没出门，能干什么？你们都在客厅，有看到我出门吗？你床上的狗屎呢？顾倾城拿起垃圾桶直接递到他们面前，诺，你要吃吗？3个男人看着垃圾桶里的狗屎，个个脸色比吃了狗屎还要难看。顾倾城不紧不慢地继续说，小狗有时候不懂事，难免乱拉乱尿，你们教育狗就行了，来找我麻烦做什么？这是陈云墨刚才说的话，他原封不动地还回去。3个男人气得咬牙切齿，却又无可奈何。他们知道肯定是顾倾城干的，但是没有证据，最后他们只能转身上楼继续安抚顾如意。顾倾城去扔垃圾时，他看着后院那处狗别墅，嘴角微微露出一笑。没人知道，就在他们吃饭时，顾倾城从保姆间狭小的窗户钻了出去，紧接着在狗别墅里挖了坨狗屎，送到了2楼顾如意的房间。被拐的这3年，他外逃过无数次，爬墙早已动作娴熟。区2楼，呵呵。另一边刚帮病人做完手术的陆君瑶收到条信息，陆医生，李夫人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大家都在群里聊天呢，就你不在，我估计你忙着跟你说一声。陆君瑶见状，立刻在股票论坛上搜索李夫人，果然沉寂3年的账号又更新了，只有4个字，重生归来。虽然他们素未谋面，但他还是心生欢喜。随后他打开全员股神的群，果然聊得很嗨，李夫人也还在线。这个群里只有6个人，大家都素不相识，只用论坛 ID 互称。他快速爬楼看完前面消息后发了一条，平安归来就好。顾倾城靠在床上抱着手机，看到白衣男神现身后，脸上忍不住淡淡一笑。白衣男神这3年有没有亏到100万？陆君瑶嘴角冷笑，托您老人家的福，微微亏40%，哈哈，欢喜冤家又开始了。搬好小板凳看戏，再胡说我退群了。顾倾城看着白衣男神这句话，心里满是不屑，呵呵，他还不乐意了，想着网络另一端也许是一个中年老男人正在嫌弃自己，也没了继续聊下去的心思。正好医生说让他早点休息养身体，他索性关了手机睡觉。另一边陆君瑶手机突然来了一条私信，您刚才那话是不是让李夫人很没面子？那话后他就没再出声了。陆君瑶不屑的一笑，你以为对方还是小姑娘，能称作夫人还对股市这么有研究，起码40-50了，你们开玩笑也要有度。次日顾倾城很早就起床，一到客厅就看见梁锦荣跟顾如意在吃着早饭，看到顾倾城出来，顾如意直接甩了个白眼，梁锦荣更是脸色冰冷，也没招呼大女儿意思，显然他们都还在为昨晚的狗屎事件生气。顾倾城非常厚脸皮的直接在饭桌前坐下，拖过一笼包子吃了起来。梁锦荣跟顾如意瞬间吓得倏然起身，快速的跟他保持安全距离。顾倾城笑了笑，放心，隔空不传染。梁锦荣恨得牙痒痒，叮嘱道，倾城，今晚你哥的女朋友来家里吃饭，你最好收敛点，别得罪了人家，坏了你哥的终身大事。顾倾城有点吃惊，我快有嫂子了。梁锦荣抿了抿唇，不想回答，只是
再次叮嘱他，你最好在房间不要出来，省得吓着人家。这时赵婶走了进来，太太，许洛言来了，妍妍来了。顾倾城连忙起身出去，许洛言是她闺蜜，她俩关系胜过亲姐妹。妍妍看到庭院里正从一辆老奔驰下来的女孩，顾倾城高兴地加快步伐，可当他快要走近时，突然想到什么，脸上的笑跟脚下步伐都停住了。许洛言直接找到家里来，那外面的流言蜚语他八成也都知道了，不知他会不会嫌弃自己身患艾滋，还有给老头生孩子。可没想到许洛言快步冲上来，一把将他抱住。倾城，真的是你，你还活着，你回来了。许洛言瞬间泪如泉涌，顾倾城被他抱得往后趔趄了下，整颗心都在颤抖。闺蜜居然没有嫌弃她，是不知道还是不害怕？许洛言放开她一些，盯着她上下的打量，你瘦了好多，你肯定吃了很多苦，你看你胳膊上全都是伤痕。顾如意看着这一幕紧紧皱起眉头，许洛言你居然敢抱她，你不要命了吗？许洛言看向顾如意，你什么意思？她有艾滋，还给老头子生过孩子，而且你闻不到她身上的臭味吗？她跟猪一起住了3年。许洛言看向顾倾城，你回来了就是被这样对待的。顾倾城笑了下，别理他，随即疑惑，不过你真的不怕我染病？我有脑子，抱一抱死不了的。许洛言，你真是没听说不怕1万就怕万一吗？然而许洛言根本不搭理他，走吧倾城，我们出去找个地方坐坐，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。随后直接拉着顾倾城上车。顾如意见状立刻回到梁景荣身边，妈，许洛言真是脑子有泡，要不要跟许家说一声，不然万一人家染了病还要责怪我们。梁景荣点点头，是要打电话说一声，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。许洛言一边开车一边回头看着闺蜜，我现在住在研究生宿舍，昨晚回家才得知你回来的消息，又联系不上你，只能一早来你家，你还活着，真好。顾倾城心里很感动，妍妍，只有你不嫌弃我，我怎么会嫌弃你？只可惜我现在还是穷学生，我要是外面有房子，就直接把你接出来住了，不让你受家里人的气。顾倾城看出闺蜜处境不好，妍妍，我有很多钱，但是我现在不能搬出来，为什么？许洛言很吃惊。顾倾城脸色冷漠了些，害我被人贩子拐卖的人是顾如意，可是我现在没有证据，不能将他绳之以法，我必须……什么？许洛言打断了顾倾城的话，满脸不敢置信，你说是顾如意害你被人贩子拐卖？是的，我听到人贩子亲口说的，最可笑的是他们一开始还抓错了人，还是我跟司机拼尽全力把顾如意救下来，结果阴差阳错把我自己给送进去了，真是蠢死了。许洛言气得浑身发抖，他能从孤儿院到你家来已经是上辈子烧高香了，而且你从小就把他当亲妹妹一样护着，他居然恩将仇报，简直禽兽不如。你回来后就没有揭穿他吗？闻言顾倾城一脸的平静，我是想揭发的，可他动不动就卖惨薄可怜，再加上我的那些传言，家里人个个从心底里排斥嫌弃我，若非要让他们在2个女儿中选一个，他们当然选顾如意。许洛言把车停在路边，倾城，我不嫌弃你，真的，你若心里难受随时可以找我。好，你放心吧，我昨天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，我没有艾滋病，也没有生过孩子，只是我被关在猪圈里3年，常年饥饿，身体严重营养不良，也有些皮肤病，还有就是我身上有股臭味，难为你了。许洛言立刻红了眼眶，那太好了，什么臭味？我闻不到，我只知道你活着回来，我太高兴了。顾倾城望着闺蜜，泪水也弥漫了眼眶，老天爷待她不薄，还给她留了最后一丝珍贵的友情。这时许洛言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是他爸爸的电话，接吧，别怕，你是不是跟顾倾城在一起？许洛言心里疑惑，但还是回答，是的，怎么了？顾倾城被人贩子拐走3年，染了艾滋快死了，人家才放他走的，你跟他在一起干什么？不想活了？爸，倾城没有病，那是谣言，我看你是蠢到家了，谁会承认自己有艾滋病？你给我离他远点，否则别回家了，不回就不回，我下午直接去学校，以后都不回家了。许洛言的心早就被父亲给伤透了，可许父话锋一转，又提到另外的事，你今天反正有空，去跟陆少吃顿饭，他都约你多少回了，今天必须去。我不去，我不喜欢他，你不去的话，你妈下个月在疗养院的费用就停掉，你自己看着办。随后电话被挂断，很快许洛言就收到一个餐厅地址，许洛言气得眼眶都红了。顾倾城有些内疚，妍妍，是我连累你了，肯定是我妈给你家打了电话，不然你爸不会这么快知道你跟我在一起。许洛言很快振作起来，你家人太过分了，他们嫌弃你冷落你就算了，还不许别人关心你，天底下怎会有这样的父母？随后又说，倾城，中午我不能陪你吃饭了，我爸让我去跟相亲对象吃饭，不然他就要停了我妈在疗养院的费用。相亲对象，你要结婚了？提起这事，许洛言又悲从中来，是我爸安排的，对方家里很有钱，我爸很满意，我要是抗拒，我爸就要断了我妈的治疗费。你喜欢那男的吗？怎么可能？那人长得还行，但是特别花心下流，每次见面都对我动手动脚讲荤段子，还一直纠缠不休，约不到我他就跟我爸告状，我恨死他了。顾倾城听得极为火大，走吧，我替你去会会，保证让他不敢再纠缠你，大不了得罪了你吧，我帮你养阿姨，我有的是钱，你以后挣钱了还我就行。许洛言一听这话腰杆都挺直了，行，我以后挣钱了加倍还你。半小时后，许洛言指着靠窗位置的一位男士，倾城，就那个短发白衬衣正在打电话的，看见没？顾倾城不止看见了，还双眸圆瞪，非常气愤，纠缠你的流氓居然是姓陆那家伙。顾倾城一眼就看到了靠窗坐着正在打电话的陆君瑶，许洛言更吃惊，你认识陆少？顾倾城没回答，你上车坐着，别被他发现了，我去搞定他。刚好那位陆少打完电话转头看向窗外，吓得许洛言心跳一滞，连忙闪身躲回车上。餐厅里陆君瑶刚挂了电话，这时突然面前走来一人，陆君瑶定睛一看，顾倾城，他
他来做什么？还一副不共戴天的模样。有事？他淡淡挑眉，主动询问。顾倾城冷嗤了声，我总算明白陈云墨为什么会这么渣，原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陆君瑶一脸的冰冷，顾大小姐，你脑子有病就去看精神科，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医生？要论毒舌，陆家三少从未有过败绩。顾倾城冷笑一声，视线朝他腰腹处一扫，你难道不该去看看男科？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病毒可不会因为你是医生就主动投降。陆君瑶眉心紧皱，完全不懂你在说什么。顾倾城冷眸斜睨，你自己做过什么不知道？花心下流，听说还擅长讲荤段子，呵呵，不愧是医生，见得多就习以为常了吧？你是不是还借着工作之便做些更龌龊的事？陆君瑶不否认他们行业里确实有些流氓败类，但他本人绝不是。他更搞不懂顾倾城现在是发哪门子疯，突然跑到他面前这般嚣张的污蔑他。顾倾城见他不言语，以为他是心虚到无话可说，脸色越发不屑。本以为你只是庸医，想不到还是个流氓变态。我警告你不要再纠缠许洛言，否则我就把你的龌龊勾当发到网上，让广大网友来。他狠话还没放完，手机就响了起来。倾城，你怎么还没去？他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又要爽约，还说要跟我爸告状。顾倾城脸色一僵，我正跟他见面啊，还在骂着呢。许洛言透过窗户看到闺蜜，哎呀，你弄错了，你再往前走2个位那个才是路少，马路的路，你骂的是谁？顾倾城瞬间脸颊爆红，脑子里嗡嗡直响。正好这会儿周家南姗姗来迟，他看着好兄弟面前的美女，脸色一惊。君瑶，这你朋友？瞧着有些面熟，这不是顾倾城没等对方把话说完，突然转身就要走。陆君瑶讥讽道：“顾大小姐就这么走了，你想怎样？”顾倾城没了刚才的气势，脸色又冷艳下来。陆君瑶似笑非笑：“你骂错了人，不该道歉，对不起。”顾倾城也干脆，本来就是他弄错了，没啥好说的。可陆君瑶好不容易抓住拿捏他的机会，又怎能如此轻易放过？他冷嗤了句：“这道歉没有一丝诚意，好歹也是曾经的第一名媛，怎么现在只剩下山野村夫的野蛮泼辣了？”周家南眉眼一跳：“君瑶，这话太严重了。”顾倾城微微攥着拳，抿着唇看向他：“那你想要怎样的道歉？”陆君瑶笑了笑，90度鞠躬，大声说：“陆医生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”周家南再次劝阻：“君瑶，别太过了。”可陆君瑶不为所动，实在是从来没有人敢对他如此污蔑和不尊重。他的确命运悲惨，可那又不是他造成的，凭什么要让他无条件包容和忍让？就在场面僵持时，许洛言匆匆赶来，这一看吓得不轻，万万没想到被闺蜜骂错的人是陆家三少。众所周知，陆家三少身份尊贵，不仅医术了得，性格还高冷孤僻，更重要的是人家比他们高出一个辈分，虽大不了几岁，却是名副其实的长辈。许洛言连忙的道歉：“对不起，陆三少，是我们弄错了，误会都是误会。”陆君瑶看向顾倾城：“我只要他的道歉。”许洛言急得都要哭起来：“陆三少，倾城是为了帮我才……”顾倾城突然扯了闺蜜一把，而后朝着陆君瑶90度鞠躬，扬声道：“陆医生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”陆君瑶这才满意的勾了勾唇。周家南赶紧圆场：“都是误会，解释清楚就行了。”许洛言又连连点头致歉：“不好意思打扰二位用餐了。”然后拽着顾倾城快步离去。这时陆少华挡在了前面：“许洛言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找了个人过来骂我是吧？不用，我自己就可以骂你。”陆少华，你听好了，我不喜欢你，看到你就恶心，我不会跟你结婚的，你有多远滚多远。随后拉着顾倾城离去。陆少华气的脸都成了猪肝色：“死女人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跟你爸告状去。”回到车上，顾倾城一脸的懊恼：“都怪我没问清楚，认错了人。”闻言，许洛言扑哧笑了声：“没关系啦，那位陆三少可是出了名的孤僻高冷，你也别在意了。走吧，我请你吃饭，安抚下你受伤的小心灵。”餐厅里，周家南目送着2个女孩离去的背影，啧啧称奇。他回过视线，见好兄弟也盯着窗外，忽而一笑：“怎么不打不相识，对人家有兴趣了？”陆君瑶一贯毒舌：“再胡说我毒哑你。”下午，许洛言回去了学校，顾倾城打车回顾家，出租车只送到别墅区入口，他只好下车步行回去。然而炙热高温仿佛闷炉子，顾倾城没走多远就满头大汗，呼吸带喘了。他身体确实太虚。这时忽然旁边一辆车停下，倾城。顾倾城听到熟悉的声音，回头看了眼，没搭理，继续走路。陈云墨开着车就这么一直缓速跟着。倾城，外面好热，你上车我载你回家。顾倾城没有回头：“你不嫌我脏？”陈云墨一脸的挣扎，但还是否认道：“不嫌，不怕顾如意跟你闹？如意不会的，他也很心疼你，虽然你那么对他，但他也没计较。”陈云墨见他一直不吭声，本以为他还要拒绝，毕竟他是那么的恨自己，可谁知顾倾城突然转身停下脚步。陈云墨有些意外，立刻踩下刹车：“倾城，你坐后。”面字还没说出口，顾倾城就已经打开车门坐在副驾上了。陈云墨整个人瞬间紧绷僵硬，距离这么近，会不会传染？走啊，还是想赶我下车？顾倾城看着他脸上故意露出笑，陈云墨看着他久违的笑，两人相处的无数画面瞬间涌上心头，让他心里一阵激荡。他结巴的应了句没有，随后继续开车，但明显连呼吸都克制着。“你跟顾如意打算什么时候补办订婚宴？”陈云墨一直凭着呼吸，听到他问话回头看了眼：“那个没确定，你哥跟他女朋友也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，可能他们先弄吧。今晚你哥女朋友过来就是要商量这事。”顾倾城忽然有些好奇：“我哥女朋友是谁？”“赵家大小姐赵丽君。”顾倾城吃了一惊：“她以前不是喜欢你吗？你跟我在一起后，她还来找我茬，逼我把你让给她，怎么会突然移情别恋爱上我哥？”顾倾城说完忽然笑了笑：“不会是因为做不成情侣，故意想做你嫂子吧？”陈云墨脸色很难看：“这我也不清楚。”两人闲谈间就已经到了顾家别墅门口。顾如意看到未婚夫的座驾，立刻跟花蝴蝶一样飞奔出来，可下一秒瞥见从副驾上下来的顾倾城，她脸色
整个垮塌。顾倾城笑靥如花地看向陈云墨，云墨，谢谢你，我就知道你还是顾念旧情，你不像某些冒牌货那么狠心绝情。顾如意瞬间脸色变得很难看，你在讽刺谁？这么明显还听不出？当然是你啊！陈云墨下车连忙走到顾如意身边，如意，别生气，我就是刚在路上碰到，顺便在一程。顾如意一脸嫌弃地推开陈云墨，你别碰我，他有病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还跟他那么近。陈云墨看了顾倾城一眼，低声说，我没碰到他，没事的。顾倾城听了这话心里凉凉一笑，转身进屋。别墅客厅里很热闹，顾倾城走进去看到一张熟悉的脸，赵丽君，他曾经的情敌，如今的准嫂子。原本热闹的场面在顾倾城出现后突然静默，好几双眼全都盯着门口。顾伯川看着妹妹，倾城，你回房去，等会儿晚餐送到你房门口，你就别出来吃了。顾倾城笑了笑，不但没有回去那个保姆间，反而直接走到了饭桌边坐下，不用麻烦你们送来送去的，我就坐在这里吃。顾倾城，你故意跟我们所有人作对是不是？顾倾城笑了笑，哥，当着准嫂子的面，你还是温柔一些吧。随后视线一转，看向赵丽君，赵大小姐又见面了。我们上一次见面还是你逼着我把陈云墨让给你的，你说你爱惨了他，没有他你就活不下去，你还……顾倾城，顾伯川一声咆哮，把满屋子的人都吓了一跳。梁景荣连忙上前安慰准儿媳，丽君啊，你别理他，他被拐了3年，精神出了问题，经常胡言乱语。赵丽君没理会梁景荣的安抚，而是眼眸一厉地看向顾伯川，你昨天怎么答应我的？你说他不会在家，你们会把他赶出去。顾伯川连忙解释，宝贝，我承诺你的一定会做到，明天就让他搬出去。准嫂子，你这么害怕我在家，莫非是做贼心虚，怕被我说中什么？顾倾城，你不要胡说八。赵丽君反驳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顾倾城给打断。难道是你还爱着我妹夫，特意追求我哥，就为了嫁进顾家离心上人更近？还是你故意报复陈云墨，想着做不了情侣就要做他嫂子？顾倾城连连摇头叹息，好一个痴心不悔虐恋情深啊！倾城，你住口！陈云墨跟顾伯川同时上前，都气到想动手。顾倾城不紧不慢拿筷子朝他们点了下，别碰我哦，我有艾滋病，你们看，正发病呢，身上都起红疹了。说着他撸起手臂，故意给一圈的人展示，其实只是皮疹的问题，医生开了药的，但早上跟许洛言匆匆出门忘了涂抹，现在看着确实触目惊心。陈云墨跟顾伯川定睛一看，两人都吓得疾步后退。赵丽君气得一边抹泪一边发脾气，顾伯川，你就任由你妹妹这么糟践我，你还不教训她？顾伯川一脸的为难，宝贝，她发病了，不能碰你。赵丽君气得脑子短路，憋屈了好一会儿，重重一跺脚，顾伯川，我要跟你分手，我今晚就不该来你家，会气死了。随后他哭着转身就跑。丽君，百川你快拦着，人家若是就这样哭着跑回去，赵家肯定要大发雷霆来为女儿讨回公道的。顾伯川一把抓住女友，君，你别理他，都说了他精神不正常，我爱你，我不介意你的过去。而另一边顾如意也正跟陈云墨算账，赵丽君什么时候喜欢你的？我怎么从没听你说过？陈云墨很是无辜，他喜欢我关我什么事？我又不喜欢他，他以前去找过倾城，我以为你知道。陈云墨这话本意是安抚自己未婚妻的，可字里行间把赵丽君得罪完了。陈云墨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还不喜欢我？我那时候眼瞎看错人，我早就不喜欢你了。要不是百川追求我跟你一点瓜葛都不想有。顾如意一听这话不干了，你吵什么吵？我看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我要早知道你追过云墨哥哥，说什么也不会同意我哥跟你在一起。赵丽君一脸的讥讽，你算老几？你一个顾家养女，冒牌货，真当自己是千金大小姐了？你有什么资格插手顾伯川的感情？赵丽君，你再胡说一句试试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赵丽君不甘示弱的迎上前，来啊，有种你撕烂我的嘴，谁不撕谁是王八蛋！顾伯川死抱着女友，云墨你快带如意上楼去，我不去。哥，这种女人不能要，否则以后家里不得安宁。顾倾城坐在一边时不时的插一句煽风点火，如意，你这话姐姐赞同，这种朝秦暮楚的女人确实不能做我们嫂子。梁景荣看向大女儿，倾城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你非要把这个家搅得七零八落不可吗？顾倾城无辜的一撇嘴，妈，我就说了句事实而已，他们要这样我能怎么办？他一边说一边挠着身上的红疹，越挠越红。梁景荣咬牙磨了又磨，但却又无可奈何，他现在连靠近大女儿都不敢，更别说上前动手教训。就在这时，顾如意挣脱了陈云墨的束缚，冲上前直接给了赵丽君一巴掌。